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好，今天邀请到一位特别的来宾，自称帅哥，跟我一样常常自称帅哥，不过他的名字真的是帅哥哦。好，那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位嘉宾呢，他是读语言学的博士，所以我们今天大叔们要跟他讨教很多关于学习语言的理论，或者是应用到实际上有什么不同。当然我们还要讨论更多关于帅哥本人的事情啊。好，那我们就欢迎帅哥。欢迎。好，帅哥长得有点好像明星，对不对？对，大家猜一下像谁呢？我一下子就看出了。哦，对不对？好，有点明星脸了啊。好，没关系，帅哥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好。我英语名叫 Seth， 但是我在中国因为这个 TH 音很多人发不出来，所以就用我的中文名叫歌颂。本来这个名字是一个德国人起的，然后歌颂他哥，我用这个去就是给我起一个小名，就是帅哥，我歌颂的歌。然后我来自美国密歇根州，然后现在我已经大概在中国有快10年了，9年半。哇。然后我去过很多不同的城市，但是我不喜欢旅游，我算比较宅的人。就喜欢玩游戏或者玩电脑。而且帅哥的这个整个房间的装扮特别中国，我看特别真的。还行吧？从哪里看出中国很中国？就是一般中国人的家里这种感觉很像，一眼看特别像居家啦，居家的感觉，中国人居家的。对对。所以简单说，10年的在中国的生活已经让帅哥几乎要变成一个中国人的感觉了。对，我可以这样说吗，帅哥？可以。其实我之前住在天津老人很多，然后我跟他们说中文，他们都会说我已经中国通了。他会这样说，或者会说我是半个中国人。对，感觉是挺好的。那这个帅哥现在在哪个城市？我在武汉。我在武汉。对。好。帅哥，首先我想聊聊身为一个中国通，我想先聊一个比较无聊的问题。请问，在中国生活10年的这个时间当中，你对中国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最喜欢的城市是哪里？然后最喜欢中国的食物是什么？就是最通俗的问题，请回答。我感觉我最喜欢中国的地方就是。我其实得看城市，我在天津、武汉也有点像，老人多的地方节奏会很慢。我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对，我之前在北京，感觉北京太快了，然后人也多。对。然后食物的话，其实我算比较健康的，我吃的轻食比较多，所以也不算中国菜。但是如果是说最喜欢中国菜，可能就是咕老肉。或者那个肉夹馍这种肉夹馍感觉就是中国汉堡。对，它和西方的食物是有些接近。咕老肉也有点那个这个什么番茄口味的那种感觉，对吧？对，有点。所以帅哥，你住过，不是去过，住过天津，现在是武汉，然后深圳，对不对？深圳，对。还有哪里？北京。苏州也去，哇，这些城市的风格都截然不同吧？我可以这样说。你个人最喜欢哪一个城市？天津或者武汉。天津或武汉，为什么？对，苏州好，但是它下雨太多了。然后深圳太热了，太潮湿；北京太干了，太冷了。天津离北京也没有特别远吧？对，但是老人多，就感觉没有很多压力。松弛感，对，对，就是步调比较慢，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帅哥是个比较像老人的生活步调的中国通。对。帅哥，我想问一下你是为什么最后决定？你应该是在中国上学嘛，对不对？那后来，所以就是我之前在美国读，我怎么说？就是我读本科的时候，我本来是读4个专业。4个专业，然后读4个专业，是的，一个专业就是中文，然后他们的一个毕业要求就是你必须去中国学习。
然后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就是一种机会，然后来了之后我就没有回去，然后我就换了学校，因为我还没毕业嘛，然后那时候我就上了一个线上的课，然后就是从那个大学毕业了。但是我跟别人说，就是我来中国，它其实是救我的命，就因为来中国你必须做一个体检嘛。对，他们发现我这边，你知道那个甲状腺吗？甲状腺知道，甲状腺它后面有4个叫甲状旁腺，然后他们就是它会控制你身体里面的钙。对，然后如果它有一个是它变肿了，它有点像个肿瘤，但是它是良性的。然后就是他说，如果现在不，比如说那时候他说，如果你不把它取掉的话，你可能5年之内就会去世了，因为它会一直影响到我心脏。然后但因为来到中国，我知道有这个问题，我就把它治好了之后就来了。所以来中国有体检、健康检查，反而找到了这个病，然后把它治好了，救了你的命。但是感觉很有缘分。对，其实我想了解的就是你为什么后来就是决定就待在中国了，没有回美国？确实，最开始我的计划就是待1年，因为我别的专业也是语言，然后我想先去中国，然后去法国、西班牙什么的。但是来中国之后就很喜欢，就不想回去。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可能是因为这边的生活跟美国很有就不同的感觉。就比如说我跟朋友说，中国人比如说在外面如果要吵架，可能会吵一会儿就没了。但是美国人他会越来越吵得更严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他大部分的人就会管他自己的事情，不会管别人。但是美国人我们很喜欢管别人。是这样吧？他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比较接近，这个我认同。对，大概大部分中国人都是自扫门前雪比较多。网络上就不同了啦，至少现实生活是的，对，对。然后今天好不容易我们请到了这个第一次有这个第二语言教育博士来到我们的这个播客，所以而且我知道这个帅哥还有一个身份，他现在是一个新手 UP 主，然后他有一个频道叫 Psycholingo， 这个频道名字背后有什么含义吗？还有你为什么为什么是 psycho？ 最开始最开始想谈到心理学和语言学。但是我发现我感觉很多人因为心理学的频道很多，超级多，但是语言是有的，但是不算特别专业的。然后我就想去针对这个语言学的问题，心理语言学。对，所以 psycho 就是 psychology 心理。然后 lingo 是因为它跟 psycho 有押韵。OK。所以帅哥，你是想要从心理层面来去帮助大家了解怎么学习语言，是这样吗？其实最开始他就是谈很多不同的问题，比如说心理可以谈到动力，不一定是语言学的动力，或者可以谈到 EU 交流，然后语言就是语言学的东西，比如说学习外语或者学习你自己的母语。所以你创作主要是想要影响哪些人，然后你针对的观众是什么样的？现在我的观众应该都是想学习外语的人，但是最开始我想就比如说没有机会去上大学的人，或者他不想付钱去学习这种知识，我想给他们比如说提升他自己的知识。后来就因为我说了，就我现在的专业是语言学的，所以我就一直往那个方向走。就是一开始其实是想通过这个频道来启发吧。启发一些人的生活，有些人可能不晓得怎么过生活，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方法或经历来帮助其他人怎么生活。对，因为我想问一下，你们的频道应该会有那种黑粉吧？肯定会有啊，有不少啊，大叔黑粉很多的。对，因为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想问问题，对我的视频问问题。但是他会把我说的话改成他听错了自己的，对对，我根本没有说这种话，然后我都不知道怎么理他。你们会怎么的？你们会就把他，比如说我，你看帅哥，你现在你的 Psycholingo 会有很多黑，已经有
很多也不算多，但是是有肯定是有的。所以你现在遇到的困扰吧，不晓得是不是困扰，对，就是不晓得怎么去回应这些黑粉，对不对？是的。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可能会回1-2次，然后如果发现他就那种，就是比如说闹得很大，或者他一直要说乱七八糟的话，我可能就会把他拉黑了。就不看。所以我们好像都一般就是不看吧，我们3个。我们3位大叔其实有一个过程啦，我觉得啦，就是我们刚开始创立大叔中文的时候，如果遇到黑粉的这个评论，我们会很想要捍卫我们自己，我们就会回比如说，怎么我们的意思不是这样哦，我们是怎么样哦，这是一开始吧。后来黑粉，因为我们慢慢比较有名了，黑粉就越来越多了。慢慢的好像主要是灿叔吧，我觉得灿叔聊很敏感的东西。对，一开始大叔有去接触一些像政治的，对，或者是国家间的一些议题，那黑粉特别多。对，然后这个人家黑粉一回，我们就忍不住要去怼一下人家。但是我觉得到了现在，我们大叔现在应该比较云淡风轻了吧，就是黑粉留的言，我们基本上是不回了。就是也看到也不会理他。对啊。其实这个可能是最健康的方法，就是不要理他们。对，因为我们中文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嘛，那你不要理他就好了。对然后你越理他，他就是希望你理他，所以你越理他你就会跟他来来回回太多次，会受不了。对，其实我比较好奇，对我比较好奇，就是帅哥他的中文真的很好，地道。谢谢。对，就算当然也有些人在中国待了很久的时间，但他的中文未必能有这么好，而且对中国这个本身的了解有这么好。我特别想了解，或者说替观众问一下，你的中文到底是怎么学习的？这个应该是很多人很好奇的地方。对，我最开始应该是2013年、12年左右开始在大学读，然后我们的课，其实我第一个老师他是德国人，然后可能是因为他的母语跟英语很像，所以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太太也在我们的大学教中文，但是他的班就是他们的声调跟我们的那个德国老师的班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知道英语没有这种，其实有声调，但是不是这么用的。所以我们最开始说话，他让我们用手，比如说你好，你叫什么这样子然后就让我们很注意到声调。其实有的时候他可能说的太夸张，因为比如说你好，就是他不会你好，不会这样说，你会变你好。对，但是我感觉他还是比较好的习惯。然后我记得我来到中国第一次去了苏州，然后有一次我去吃饭，那时候我不知道现在还会这样，反正那时候如果到2-3点左右，他们可能会下班休息，等到晚饭那个2-3点会休息的，会关对会休息。对。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然后我还没吃午饭，所以我就去一个餐厅，然后一开门，那边有一个服务员说我们下班了，但是我没有学过下班我们学过了工作不工作，所以他说下班我就然后还是继续往前走，然后他又说了我们下班了，我说好糗哦。对，然后就离开了，然后后来我自己查了，发现下班，所以就是慢慢的有这种积累，但是是因为我生活有这种需要，这种需求。然后之前我是比如说我当一个早教老师，然后有的家长他们可能会一点说英语，然后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们会用英语中文一起说，然后我会把他们的英语提高，我也把我中文提高，就这样的慢慢的学习起来。OK 所以你的意思，你的中文更多是在实践当中运用，是的，慢慢提高的。是的，对，我不怎么听中文歌，也不怎么看中国的电视剧、电影都不看，书也不看，都是跟别人交流。因为你刚才提到有一点，就是说你很喜欢有老年人的城市，那你会和老年人聊天吗？会，但是老年人他们的口音很重对，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天津，一个学生，他大概那时候15岁，他的奶奶是四川人，然后那个学生他应该是北京人，他是在北京出生，
然后我前任他是贵州人，贵州话跟四川话很像，因为他们都是北方方言。其实我知道是南方，但是他们本来是在北方。不过因为很像，我能听得懂，所以他奶奶在讲话的时候，我会说普通话。不过他奶奶说一个笑点，我们都笑了，但那个学生不知道说什么，他问我一个外国人，我奶奶说的什么？对啊，那笑点不一定。对，因为贵州话和那个四川话很接近的，不一样。对，贵州话、四川话比较接近，因为他的前任是一个贵州人，所以他能听懂贵州话，在同时能听懂四川话，是这个意思。OK， 所以这个我觉得帅哥中文流利，大部分大概都是因为环境吧，需要或者是环境上磨练出来的，比较可能啊。其实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说是环境，就是你觉得有没有语言天赋这件事重不重要？Well， 可以说重要，但是我们谁都有这种天赋，因为谁都会语言。不过我感觉可能是每个人的态度吧。就比如说我在美国上中文课，我不喜欢说中文，我不喜欢跟我的同学说中文，我感觉很尴尬。尤其是比如说他们，这有一个学生。他很认真，但是他声调很不好。比如说他想说我是学生，他会说我是学生，这样子，然后就感觉很别扭，用力就翻白眼。对，就我不想这种感觉。但是我喜欢跟中国本地人说话。然后感觉，因为我是语言老师，如果有一个问题，我就算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可以慢慢的去探索，问他不同的问题去理解。比如说今天对象，我问他面对和针对的区别，然后他自己说有区别，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释。然后我给不同的例子去让他说啊，这个例子是对的，这个例子不对，可以这样做。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实践，要用它。对，很重要。所以他必须跟你生活有关系。对，那帅哥，我的意思是说，除了实际在生活中的实践之外，你个人有没有自己安排自己学习中文的方法啦？或者有方法，但是我自己没有做。等下你先讲什么方法，然后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不做。就是看你要学习什么。如果你要学习，比如说我可以这么说，语言最主要的是单词和语法。然后语法也没有单词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单词，你不会说话，没有语言。所以你从开始你应该要学习单词，还有一个就是词组。就比如说最开始你学习你好，我们会把它翻译成 hello， 但是不会翻译成 you good。you good。对，所以就这个意思。先开始你要有这种词组。然后背单词的方法有很多，最好的是你不要太过度了。就比如说你每天学100个词，这太多了。比如说如果我学习的话，我现在学习德语，我一周可能就学30个词左右，然后就会重复的看它，或者重复的，比如说我自己会说这样子的。如果你想学习听力、说话、口语什么的，这个你要跟别人去交流。然后你必须习惯那种，就是像我跟你说的那种别扭，就是比如说如果你不会，然后你跟一个本地人说话，肯定会有这种不懂的地方。对，你需要习惯这个。就比如说就算我现在这么流利，有的时候别人说话，我可能能大概懂，但是不是完全听得懂。对，比如说因为我在大学工作，我们开会都会用中文开会，他们会谈到研究的东西。然后有的研究项目我根本没有兴趣，所以我没有学习过它。然后他们谈到它，说一个笑话或者什么的，我可能会笑，但是不一定是因为完全懂，而是因为别人在笑。别人笑，你跟着笑，礼节性的笑一下。是的，是的。然后他们可能以为我懂，因为我笑。但是如果问我懂吗？不懂。OK。对，不过用是最好的。所以我看有一个人说，好像是我不知道是你们频道还是别的频道一个评论，说又是有一个白人跟一个中国人谈恋爱，在我们的频道。对。但是谈恋爱是一种好办法。如果你对象不会你的母语，但是你会他的母语，肯定只会用那个去沟通。他也会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是只要你的脾气比较好，他的脾气好的话，还是能熬过去，然后你就慢慢有这种好的积累。我最开始也是这样子的。对。或者比如说你没有对象，但是你有朋友，也是。比如说我玩英雄联盟，
然后我的朋友他们不会英语，但是我们会用中文去沟通。看来帅哥的中文都是通过应用学来的，我是觉得。是的，对我觉得帅哥刚刚讲到一些学习理论可能就是他的博士学位是第2语言教育嘛对，所以我想帅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你学这个博士学位的理论里面，有没有说到一般大众对于学习语言的误区，或者有什么科学的方法可以学语言？误区是挺多的，你们应该知道那可理解性的输入吧？就是 CI， 听过，对。很多人最开始那个理论是说 CI 是足够学会语言，就说你只需要 CI 学会语言就好了，不用别的。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对。CI 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一直在听，你不会培养你的口语能力，也不会培养你写作能力。他可能会，比如说你听到单词，你后来读东西的时候可能会读这个单词我知道，因为我听过，但是它不一定是会让你变成一个特别好的阅读者或者什么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会觉得语法，要不是语法是最重要的，要不是语法无所谓，完全不重要。对，很极端。其实在中间是最好的，语法是重要的，但是我感觉中国语法比英语好多了。就有的时候句法会不一样，但是比如说你们没有时态，对，你们也没有复数单数，对，这个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因为我之前学的西班牙语、法语，他们语法挺多的。但是学习中文，有的人问我学习中文好学吗？还是难学？我感觉口语的话是比较好学，写作，比如说你要写字就比较难。阅读也是，比如说你读一个，比如说诗歌什么的，我读不懂。对，那个是比较难的一些。对，我感觉如果你要学习，尤其是学习中文，你要找到一个跟你生活有关系的地方，然后要使用它，对，实践去用它，而且比如说你像孩子一样，孩子他开始用的时候，他可能会说错。或者他不会完全把一个句子，比如说一个整个句子，他可能就说几个单词，这个没关系，只要对方能理解。然后大部分的人，如果你比如说我说球，什么球，你不知道，你可能看到一个球你也会说这个球你要吗？不要。那什么？你看到球，你就会给他提供这种语言，他就会慢慢有这种积累。像我说的，玩游戏也是这样子的。这个我常常听到有老师啦或学生很推崇 CI，然后就好像把它讲得很万能，只要用了 CI 语言就会变得很棒。可是我也觉得 CI 就是一种方法，这个是很好有效的方法，但是并不是学习的全部。是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学习语言就像刚刚帅哥说的，可能你要用一些比较自然的方法，当然这个要看你的环境是怎么样但是 CI 并不一定是全部。像我们访过很多学生，他们也喜欢用字卡或者是 Anki 或什么的方法其实很多，大家应该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对，而且 CI 最开始它本来跟交往没有关系，都是输入没有输出。对，所以现在的理论其实它都是说你要有输入也要有输出，两个都要有，要平衡。那就是要有多少输入之后才输出会比较合适呢？这个也得看人。有的人比如说他比较沉默，如果你要输入多没关系，但是有的人他可能喜欢从开始说话，就算他只会说一个单词或者几个单词没关系。像孩子一样，如果是从开始，比如说我现在学习德语，我大部分的输入其实算是那种传统的教育，就是我会读一个课文，然后把它翻译成英语，然后去理解每一个单词，还有理解它语法。但是是因为我没有基础，如果有基础，我不用这样做。中级水平，或者比较初级的水平的话，输入就是可理解性的输入不能太难了。然后因为它水平太低了，很多输入就是太难了。比如说我玩英雄联盟，我理解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在美国也玩过好几年，对，所以我开始玩就是国服。我还是能理解，就算我没有完全看懂词，我还是能理解他说的是什么。对，这个也会对一个学生有帮助。比如说你要看电影，你可以先用母语看，然后再用中文看，或者看书一样的，可以先用母语看，然后再用中文看。那你一般有哪些输入材料？除了这种，比如说打游戏啊或者什么，看书吗？
看不怎么看，因为我不是读博士嘛，我看东西太多了，所以不喜欢，不想再看书了，够了，对不对？有的时候会看电影，但是不多。比如说我好像上次看的中文电影是第一部的哪吒。第一部哪吒，对，这是几年前，5年前吧，6年前我不记得，5年了，起码5年了。对，大部分的是跟朋友说话聊天。对，生活上去用了。是的，我上课也会用中文。你上课也是用中文？对，你们知道什么叫它翻译成超语 （translanguaging）？你听过吗？超语没听过。那你知道 code switching？ 就是现在我跟你说中文，其实说实话很难，因为我的对象我们2个都会英语中文，所以说话就是双语说话。对，所以比如说 sometimes 我会这样说话，把英语和中文合起来。对，这个叫 translanguaging， 它就是把你脑子里面的语言它不会分开，它会把它看成一门系统，一个系统在脑子里面，所以你说话它是把整个系统会用出。然后我跟学生说话也是这样子，我们就是你会讲 like yeah，I mean， 今天我去健身，我的那个教练他不会英语，但是他问问题，我回答的时候我会说 yeah 或者 no。不，他现在你看，他现在他能理解，他会慢慢学习。我们楼下有一个水果店。他也不会英语，但是我喜欢买西瓜，有一次买了，然后他说半个西瓜够吗 ？Yeah， 好，然后他就切吗 ？Yeah， OK， 知道你在说好的，对吧？对，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所以你刚刚说，我想说，就是我感觉我的提高的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这么说话。就比如说，我用中文当一个例子吧，我之前教小孩，然后我们最开始那个培训机构，他要求我们是全英语授课，不能用中文。我不听，我是很反抗的那种人，就有点像个钢筋。然后就是我们，比如说我记得第一天我们上课，我问一个学生 What's your name？ 他就重复说 What's your name？ 然后我有点无奈，就说你妈妈是不是让你重复我说的所有的话？我用英语说，然后他不会说，因为他听不懂，他就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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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然后我就从那时候说我应该用中文去问他，所以我问他 What's your name？ 然后就是接着说你叫什么名字呀？你叫什么名字？然后他说我叫谁谁谁谁。这个方法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你看电影或者看书之前用母语看，如果你先理解，比如说我们谈可理解输入，如果你先理解，然后我再用你的那个语言去跟你说，你肯定会记住，因为你理解。就这个意思。所以比如说我教孩子猫，比如说 cat， 我会问他们 What's this？ 这是什么？他们说猫。对啊，这是个 cat。那这个 cat 是什么颜色？黑色。呀，这是个 black cat。这样，我用中文也是这样学习。这个倒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方法。对。所以就是有人提倡什么全中文教学或全英语教学，其实也用不着这么严格，对不对？有一点，只要能够帮助对方理解的话。是的，而且现在有很多研究是已经说明这种沉浸环境不太好。为什么？除非他水平高。因为你必须能理解。然后比如说，如果你上课有20几个，比如说我的班容大部分都是35个学生以上。我不可能对所有的学生的水平是一样的。对，就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你1对1的话，沉浸的可能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是有很多人跟一个人一起上，可能不太好。对，我真的是觉得说，像帅哥刚刚那样聊到，我觉得每一种教学法都有它的好处跟坏处。所以身为老师应该要比较弹性的去运用各种教学法，不要只执着在一种教学法上。对，也得看学生的，主要看学生，我觉得对，还要看学生。是的，如果比如说你学生你想学习学术语言，比如说学术英语，他肯定要学到很多语法。对，还有专用名词，这你不可能觉得比如说我们就只能用 CI， 因为我就是觉得 CI 是最好的。你得看学生的目标或者目的。对，对的。好，然后这个帅哥现在是一个新手 UP 主了嘛？再打一下广告Psycholingual 那就是帅哥好像有聊到说，最近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
很多这个 UP 主喜欢用一些吸睛的速成秘诀，对，或者是有一些吸引人家买课的这种方法啦或现象。然后帅哥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现象，特别现在中文越来越多人学习了，在中文这个语言上好像也有很多这种现象。对，什么现象？帅哥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你对哪种观察到的不满的？对，最让我不满意的就是说能学得快，就比如说你1个月之内或者3个月之内，对，而且不是只有 YouTube 上有，因为中国也有。我在培训机构也是这样子，他们会跟家长说，如果你孩子在这边学1年之后他会流利，或者他不会有口音，他什么什么样，他发音会最标准的这种话。主要的是我感觉，如果比如说我是什么都不懂，然后我去听一个人，然后我用他的方法或者用他的意见去学习，然后如果我失败了，我会怪谁？大部分的人会怪自己。然后所以我感觉这个有点没有道德。第二个是，如果你用这个去卖课，然后那个学生还是学习失败了，他又亏钱，他又怪自己，这个不太好。对，所以我感觉有的人，比如说他说他比如说30天之内学好语言，他的意思是说我能说简单的话，但是他的含义是说我到流利的水平。但是听到这个会觉得是流利的，比如说我30天之内 master the language 或者学好了一门语言，就是这个意思。跟流利一样，就是我最近跟我对象谈流利和 I guess you could say like 流利性 ，it's kind of like 流利程度和流利的态度，或者状态。就流利的状态是，比如说我现在算流利，但是这个不代表我每一次说话会流利。因为比如说你就算你是母语者，你有的时候会说得慢，或者是要停想一下思考再说。对，所以这个算是不流利的句子或者说话的话语，但是你还是流利的母语者，这个意思。你还处在流利的状态里头。对，所以他有的时候会说我达到一个流利的水平，我有的时候不知道他说什么，因为你知道那个 CEFR 的那个 A1 A2 B1 B2 这个，他们都是流利的水平， A1 也算流利的水平。他只是说你能说到什么话题能流利，是这个意思。就比如说如果我是 A1 流利，那我可以谈到我个人喜不喜欢什么，我家里有几口人，我喜欢去哪旅游，这种话题。对。但是如果你是到比如说 B1 B2， 这个是更加比如说比较深的。对，就比如说你谈到你去旅游，但是为什么喜欢去旅游，它有什么好看的地方，或者不喜欢什么，不满意什么。然后 C1 C2 是更高的，就比如说我现在旅游有一个新的政策，然后这个政策怎么影响到我们旅游，这个意思。所以这些人说流利是个很模糊的一个标准，对不对？没有办法量化，对这个。是的，我其实流利它类似于一个范围。我还有发现有的人他对这个 C1 C2 不太理解，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说母语者是 C1 的水平，这个不对。C2 的水平的英语它叫near native。C2 是达不到 native speaker， 因为母语者，如果你是大语母语者，你的脑子的构成系统，就比如说语言系统是跟一个双语人或者3语人的人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你们应该都会方言吧？对，我会方言。我不会。他俩没有，啥时候有方言？对，我有方言。你们2个会方言，那你如果回老家，你是不是跟家人说方言？会说方言，对。但是肯定有普通话要说出来，会。会，就是这个意思，是不一样的。然后你说你不会方言，但是你会英语，所以有的时候肯定也会用英语和中文一起说话。对，是100%肯定会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这种现象就是这些人号称自己已经达到流利的水平，然后用一些标题或宣传的话语吸引人来买课。但是根据一些可能对流利的解读啦其实有时候人家买课了，他自己未必能达到这个流利的水准，甚至卖课的人自己都未必达到了流利的水准。对，他有点像就是我说不是在那个培训机构工作嘛，
我们所有的销售员不会英语，但是他们会告诉家长孩子应该怎么学习英语，但是他自己不会。对，没有说服力。对啊，是一种商业行为啊。还有就是，可能这些UP主可能自己真的也不确定自己的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可能在像这个帅哥说的，在某些话题方面可能会自我感觉比较流利，而且有的时候他们学外语，我觉得如果跟老师的话，老师会把他们保护得很好，会给一些信心，让他们觉得可能是的，可以跟母语者比较顺利的交流。但其实那个课堂不是一个这个实际的语境，也可能有一种错觉在里边。我觉得，而且如果你比如说你的书或者老师说的话，或者你看的视频是用 CI 看的话，你肯定会觉得你什么都能理解。对，因为你每一次上课都能理解，你每一次听老师说话都能理解。对，你会觉得自己什么话题都能聊。对，但是实际上可能未必是这样子。但老师确实要保护这个学生的自信心，要让学生能听懂，去改变这个难度，去调整。你知道 CI 就是 I+1，我有点类似于 I+2，就是我教学生的时候，因为我的要求比较高，所以我当然允许他们用中文，因为我知道我要求高，但是我们谈的话题是比较可以说复杂，或者比较他们自己都不会去学。比如说你知道日报吗？就是我有一次给他们看日报，然后我们拿一些英语句子，然后跟他们说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学术英语的句子。然后那这不是 I+2 了吧？这是 I+100了吧？对。然后他们说，哎，这个不是已经学术了吗？没有，this is like journalism, like 日报那种英语，它不是学术英语。然后这个，我跟他们说，就算你后来不会学英语或者不会用这种能力，还是会帮助你用中文比如说写字或者写作。因为它还是把语言变成更有逻辑的，然后比较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比较 concise， 就比较直接、简洁的。对，简洁的，就不会乱说。但是它算比较难，我中文都不会做这个，就算我比较流利，我写作的不太好。这是另外一种写作是另外一种能力了。对，什么？那你干嘛要这么为难你的学生？因为我要求高，其实可能是因为我的老师，我学习中文，其实我法语、西班牙语也是，他们没有语言学的概念，他们都是从语言学来的，所以他就觉得只要你能大概有那种，比如说表面上的样子就行了，但我是要你比较里面核心的那个地方是有的就行了。所以我不会看，比如说他们写一个小文章，比如说一个小论文，我不会看语法，不会看单词拼对不对，我会看逻辑。对。帅哥难得来我们节目了，来问一下就是帅哥，这个在中国生活你已经聊过了，那在中国的恋爱呢？你觉得在中国谈恋爱容不容易？然后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经历？我觉得不容易。就是可能是因为谈恋爱有文化差异。我经常也跟我学生谈这个问题，比如说中国女生觉得什么样的男生是帅？高、白、冷漠、高冷这种。但是美国我们喜欢黑一点的，比如说晒太阳的，壮一点的，不喜欢很瘦。但是中国看人，但是感觉，比如说你看那个电视剧，大部分的中国帅哥都是比较高、比较瘦的，白白净净的，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可以说是谈恋爱的要求，就比如说在美国，很多人我不是这样子，但是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谈恋爱，我们都是个人付自己的东西，比如说我买这个我自己付，对，OK。但是中国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比如说女生想要男生给她买，对啊，我不玩这个，我不做。或者比如说吵架的时候，有的人传统人可以说传统人，他会觉得女生生气，男生应该干嘛？应该哄她呀。对啊，我不哄，我从来没有哄过人。如果我觉得我是错的，我可能会认错。
但是如果我觉得你错，我为什么要说你没有错？肯定会说你错呀。这个你觉得这是中美文化的区别，还是你个人的这个感觉？有一点区别，看人，但是一定有文化区别。因为美国人我们比较直接，不是所有人，但是比较直接。如果觉得你错，我们会直接说你错呀。对，但是也得看人。但是你的意思是在中国，就算女生错了，你还是要说，哎，你是对的，然后他会讨好她之类的。对，我不做。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我是同性恋。然后我的对象他是湖南人。我记得最开始跟他在一起，比如说他在做饭，然后我问他你要我帮你吗？他会说不用，谢谢。然后我会再问你确定吗？不用，好，然后我不帮他。他后来会生气，然后我说你怎么了？没什么，什么意思？没什么。对，然后我说你为什么发脾气啊？他说没有呀，你现在的态度跟10分钟前是不一样的，发生了什么呀？他说就是你没帮我。我说我帮你，你拒绝了，我为什么要帮你？就这个意思。帅哥，你已经习惯了吗？中国人都是这样。就是哎，你肚子饿了吗？不饿，你真的不饿。然后你没有买他的东西，他生气。可以说习惯，但是不接受。习惯了，但是你还是不能接受。对，所以比如说他现在对象，如果他要帮我，他会跟我说能帮我吗？对，他会说挺好。你要帮我吗？对，他用英语说你要帮我吗？不要，但是我会帮你。我不想做，但是我肯定会帮你。这比较直接说，要慢慢磨合。对，我觉得比较直接好，你说出来，一开始可能会吵架，会有很大的摩擦，但后来别人会知道你的底线是什么。就是对于我就是对你而言，我就是你必须和我说清楚，我是愿意这样做的，我是不会完全配合你的。那他就预期可能就低一点，那后面知道我需要这样配合你。这其实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是的，不是完全的。特别刚认识的时候会这样子，就是客气了，要表达客气。但是有时候真的很困扰，你不晓得对方在想什么。那帅哥，你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你觉得这个国内的环境对同志、对 LGBT 群体怎么样？就是还是说这10年是有一些变化的。你会觉得有压力，会怎么样吗？有，但是也没有，就因为我说大部分人不会管我。就比如说我在外面，如果跟我对象拉手或者亲嘴什么的，亲嘴，他们不会做什么。但是在美国，我的城市算比较传统城市，他们会骂我。在美国会有人骂呀？对，中国人我没有想到，我以为美国会更比较开放呢，更开放啊。其实问题是我们的那个法律是被强迫的，是有人起诉我们政府，然后他说确实这个不公平，所以我们没有投票。那种人可能觉得他的自由是被剥夺的或者什么的，他就你所谓的法律是怎么样的法律？就是同性恋可以有一些结婚这个法律。是的。所以其实很大一部分美国人他们不同意这个，是不接受这样的事情。可是，在电视上，我看很多电视节目就一定会邀请这个同志的情侣啊，或者是对大城市会无所谓，洛杉矶或者纽约他们无所谓，他们觉得这是个人的事情。但是我们美国很多城市是特别小的。对，我老家那边人口不到1000个人，不到1000个人。那算是一个镇吧，感觉一个。对啊，我不知道，它非常小。对，小镇了对，然后那个我们城市也是，比如说中国的中城市比美国的城市还大。对，中国城市整体比较大。对，所以帅哥，你的意思是说，在对同性恋接受的这个程度上来说，美国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开放，是不是？对，开放肯定是有的，他就是如果不喜欢他们。美国人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做他不想让你做的事情，他感觉他没有自由。对，他会想去控制你。中国人不会这么做。不过工作方面他们会比较担心。就比如说我大学这边他们会说你不能跟学生说你是同性恋。然后我说你说在中国的时候，对，但是我肯定上课不会直接说你好，我是同性恋，肯定不会这样子的。但是如果发生，他们应该不会做什么，他们只是怕会发生事情。对，会怕。因为中国其实亚洲人很怕麻烦。
对，但是如果发生不想惹麻烦了，不想惹麻烦。对，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学生知道也不会，他们不会做什么，不会怎么样吧？对，不会。对，你的意思是说，中国人这边应该是不鼓励也不支持，但是其实像你说的，就是反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是这样。对，就只要不影响我的工作就好，不要影响你随便。对。所以帅哥，你的意思是你在中国上班的时候，的确上级会告诉你，领导会告诉你说，你尽量不要在学生面前告诉他们你的真实身份。那领导为什么会知道？我看人，如果是国外，比如说我之前在双语学校那边有美国人，他们看我一眼都能看得出来，中国人可能看不出来。然后我这个大学其实是我的 drama 比较多，就是2年前我在北京，然后我辞职，然后那时候只有1个月找工作，本来找一个河北大学的工作，但是他们一直不办我的签证，他们说要等到7月或者什么的，但是我的签证是6月中到期了，然后所以我就说，如果你一直不办的话，我肯定会去找另外的工作，就找到现在的大学的工作。然后那个中介人，就河北大学的中介人，他不是损失了钱吗？本来他会得到2万块钱但是因为我没有去，他就没得到钱。他给我大学打电话说他是我之前工作人，其实他不是，然后就说他是同性恋，然后他 I don't know 他威胁了孩子或者什么的，其实我没有。因为我跟大学说，他们之前给我双语学校打电话问我工作怎么样，他说他挺好的，他做该做的事情，没有什么说不好的，所以他们知道可能是就是撒谎的。那个中介在说你背后说你坏话的嘛，肯定是。对，然后因为那个他们就想跟我谈这个同性恋的事情，然后就说你个人生活我们不在乎，但是不要上课的时候谈。其实他们可能害怕敏感话题。对，会害怕，因为有的时候有的话题我们确实是可以谈的，但是他们都不谈。就比如说去谈，对，比如说我们谈到美国文化，很多宗教会在里面，尤其是圣经里面的话。我说只要你不是说要信的话，也可以谈，因为它是跟历史有关系的。对。但是他们都不谈。OK， 我谈我不怕。中国人比较怕麻烦了，其实还主要是这个可能跟在台湾不太一样，台湾倒是不会有这样的，就是这方面台湾可能开放一点。对，因为现在台湾也是同性可以结婚，对吧？可以。对呀，对，对。而且在台湾，我不认为上级或领导会告诉你不可以在课堂上告诉学生你的身份。我觉得在台湾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跟我对象谈过要不要去台湾。因为可以结婚，但是台湾是不是很热？是很热吧？你会不适应的，你会不适应的。我老家是很冷的，所以我比较喜欢冷的地方。台湾是冷的时候很冷啊，热的时候。那武汉也很热呀，武汉也是火炉哎。但是热的时候我们放假，我可以躲在家里不用出门，订个外卖就一直在家里。所以帅哥，你已经有想到结婚的问题了吗？对。想就是其实结婚对我来说它不会把你的关系变得更亲密什么的，它就是法律上的会有一些保护。对，就比如说我跟他说，如果我们在美国我去世了，他还能留在美国。或者比如说我生病是他来决定医生应该干嘛。对，OK， 法律上的一些是的，他会有权利，的确结婚有这个权利。那你比如说你是在台湾结的婚，然后再回大陆，他也是承认这些东西关系的吧？不承认吧？大陆没有啊，大陆不承认啊，不承认哈。我听说过，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听说过有的城市，比如说上海或者是这种大城市，有一个新的政策是可以有一个，我不知道叫什么 civil union， 就是像结婚，就是你会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不算结婚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我是在小红书看到的。OK， 说不来。就中国这个群体其实也很大，说实话，我是觉得慢慢会调整。对，慢慢。对，现在你知道绿卡吗？中国的绿卡吗？对，它叫5星卡。对，我知道。然后现在如果比如说我在武汉，如果要拿到的话，我必须先博士毕业了，然后拿到一个副教授以上的岗位，然后工作4年，连续的4年，我才能拿到绿卡。但是如果我博士毕业了之后去上海拿工作，马上就可以申请，因为它是上海的新的政策。
哦，上海新的政策，上海独有的政策。对 ，OK。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帅哥啊，帅哥的这个经历我觉得很不一样啊，所以他今天给我们很多不同的生活上的解读啊，还有包括学习语言啦然后当然我对这个比如说同性恋的身份在中国是怎么样受到对待，这个我也很好奇。那今天帅哥也给我们一些亲身的经历啊，我觉得很好。那这个今天欢迎帅哥来啊，那帅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说？跟我们说，跟观众说吧。跟观众说，对不起。跟观众说什么？好好学习，天天上上。对，是的，我们会的。对，好，那今天就感谢帅哥了啊。那谢谢。对，帅哥的中文真的很棒，我们这个觉得希望更多的学习者在学习中文这条路上也找到自己的方向，找到自己的伴侣，找到自己的目标，我觉得这样很好啊。然后帅哥以后在中国的生活还有很多10年啊，所以这个帅哥要好好的去开创不一样的人生啊，跟着自己的伴侣还有狗狗啊一起开创不一样的人生啊。好，那今天就欢迎帅哥咯，我们跟观众们说再见，大家拜拜。好的，拜拜，谢谢。